好书分享，在纵欲年代找到身心平衡。作者安娜·兰伯克医师。本书揭露人们在欲望国度中的疯狂历险，其所付出的代价，以及要如何平安归来。滑手机，疯狂购物，我们身处诱惑太多的时代，早已成瘾却无法自拔。这本书主旨在讨论成瘾的爽、戒瘾的痛，以及爽痛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作者安娜·兰伯克医师是史丹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科继承医学教授，也是史丹佛戒瘾诊所的主任。作者说明，成瘾并不是我们的错，而是多巴胺的问题。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又称为脑内啡。要让大脑释放多巴胺很简单，只要你做一件事情能让自己开心就行了，像是上网、吃喝玩乐、尽情购物。不过，多巴胺会逐渐减少，需要更多的欲望、更强的刺激才行，也因此让人愈来愈痛苦。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上网时间愈来愈长，暴饮暴食的次数愈来愈多，喝下肚的酒愈来愈烈，购物次数愈来愈频繁，很有可能已经成瘾。作者基于协助成瘾者戒瘾的多年经验，将他协助酒瘾者、毒瘾者戒瘾的案例纳入本书，诠释欲望的来源、成瘾的问题和戒瘾的过程。兰伯克医师指出，在我们的脑中，爽快和痛苦如同跷跷板的两端，当一端受到过度刺激，另一端就会翘起。多巴胺分泌的多寡影响爽与痛的平衡，一旦打乱，就会导致爽痛失衡。他坦言，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沉迷于阅读网络言情小说，这个经验让他更了解多巴胺导致我们在成瘾的爽快与戒瘾的痛苦之间摆荡。他发现，如果痛是为了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爽就是痛过之后兑换到的奖励。兰伯克医师在书中整理出一套方法，协助成瘾者有效戒瘾。这8个步骤的英文首字刚好对应多巴胺，包括1. 资料 data， 2. 目的 objectives， 3. 问题 problems， 4. 禁欲 abstinence， 5. 正念 mindfulness， 6. 洞见 insight， 7. 下一步 next steps， 8. 实验 experiment。 身处充满各种刺激的环境之中，究竟我们要如何不受到多巴胺过度控制，在成瘾的爽快和戒瘾的痛苦间取得平衡？答案就在这本书。而相对于本书之介绍，另外也有人主张，快乐是有分等级的，越是精英的富人阶层，他们的闲暇娱乐时间越喜欢用阅读、学习、运动等积极向上的方式来度过，而穷人们则沉浸在打游戏、刷短视频的低级快乐中。有些人因贫困、失业、孤独和家庭问题等原因而沉迷于多巴胺，他们可能会寻求刺激，如赌博、吸毒、饮酒或嗑药来获得快乐感。然而，多巴胺的滥用会导致严重的身体和心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上瘾、抑郁、焦虑、偏执、认知能力下降和心理失衡。而最严重的是，多巴胺成瘾会让人们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甚至危及生命。与此相反，富人则追求内啡肽。内啡肽是一种能够带来愉悦和安宁感的物质，也是一种内源性的鸦片类物质，能够减轻疼痛和压力，促进身体和情绪的放松。这些感觉通常是通过健身、瑜伽、冥想、阅读等有益的活动获得的。然而这些活动通常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够实现。穷人沉迷于多巴胺，而富人追求内啡肽，这是社会分化的一种表现。由于财富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穷人可能会陷入无法自拔的沉迷，而富人则可以享受更有益的活动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不平等，还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犯罪和社会不稳定。据说，在1995年美国旧金山聚集了500位精英人士和政治家，他们在讨论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时，想到了一个让穷人安分守己的办法，就是只要像喂婴儿奶嘴一样，为穷人提供源源不断的娱乐就行了。这就是著名的奶头乐理论。简单说，奶头乐是一种短暂且容易上瘾的多巴胺快乐，廉价易得，而能带给人价值以及持续幸福感的内啡肽，它的分泌没那么容易，是需要人们克服本能，战胜困难之后才能获得。因此，后者是更高级的快乐。穷人选择待在多巴胺的爽感中，而富人却在逼自己追逐内啡肽。文章最后提醒大家，不要让那些低级的快乐拖垮你的人生。其实，在心理学的眼光里，每个人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学习理解自己，就是对自己的慈悲。只要快乐不损人，就都是利己的，都应该被欢迎。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社会的不平等和分化，以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内啡肽。我们需要努力消除财富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为穷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支持，帮助他们摆脱多巴胺成瘾的困境。同时，也应该教育人们有关多巴胺成瘾的危害，鼓励他们透过更健康和有益的方式
来获得快乐和满足感。此外，政府应该加大对穷人的支持和援助力度，透过提供经济援助、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措施来帮助他们改变自身处境。同时，也应该关注财富和资源的平等分配，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内啡肽，从而促进社会的公正和稳定。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欢迎留言、按赞及订阅，谢谢观赏，下次再见。